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毛毛。我哋依家喺越秀區長堤大馬路，今日咧係5月30號，係8年老字號大三元重新開業嘅第一日，咁肯定要第一時間請大家嚟食一直走噶啦，出發啦 ，Let's go！大三元酒家創建於1919年，咁佢喺特殊時期咧係叫做金聖式，後嚟咧就俾港資收購咗，1999年咧改為經營快餐，到咗2000年因為拖欠租金就被迫結業。2005年整體建築拆除，變成咗停車場。依家重新開嘅大三元咧係原址重建。依家咧係7層樓高嘅建築，1樓係騎樓，而5樓同6樓咧就係大三元酒家。以前大三元嘅4樓咧係要用外匯券㗎，唔知有冇觀眾過嚟食過？門口呢度咁大個招牌咧係大三元商標。不過可以睇得到，同以前係有啲唔同嘅。依家咧三環入邊有朵木棉花，而右上角咧亦都有個優字。至於呢個優字嘅來歷咧，就一陣間再同大家講。而家嘅開門時間咧，早上8點半到中午嘅2點半嘅，係有茶市，亦都有飯市嘅。下晝咧係開5點鐘到夜晚9點半。5樓咧係包間，6樓先係大廳。一出嚟電梯口咧，整咗幅白紙圖喺度。後座區呢度都叫幾大下。今日咧係第一日開業，而家係9點鐘啊，就呢個情況，全部都係本地人。咁大三元當年出名食嘅係翅，所以佢門口好威咁樣擺咗幾隻海虎翅喺度㗎，嗰幾隻花膠都係。仲係成間原本唔知會煲下唔夠貨喺度燜幾隻酒咧，鮑魚就差啲啦，大部分都係大連鮑，咁樣擺嘅話應該唔放得好耐嘅啫，但係都有啲氣勢嘅，舊陣時茶樓嘅裝修感覺。有海鮮翅，新鮮程度咧就有得睇啦。不過今日開業第一日應該唔會好差嘅。咩名貴海鮮？花金股老鼠斑都算高檔，雖然斑仔啫，標價係118嘅一條。珍珠斑咧就188蚊一條，老虎斑238一條。之後水虎魚啊、黃鱔啊呢啲都係有嘅。開業第一日係新鮮嘅，而且貨好足。白鱔嘅話198蚊一條。除咗鱔之外咧，仲有各種龍蝦，波龍咧就268蚊一斤啊！平啲嘅咧就按隻賣嘅。好，睇咗下海鮮幾新鮮。大廳茶位最平係12蚊嘅，可以選嘅茶種類非常之多。收到咁貴茶位費，會幫你泡第一泡。而家嘅大三元係2層樓，5樓咧係包間，6樓係大廳。大廳全部都係圓台，最少咧都可以坐5個人。不過就算你1、2個過嚟咧，都唔會搭台嘅。呢個就好似 OK。可能開業第一日食客比較多，我覺得服務咧有少少跟唔上咯。整體環境係屬於比較嘈雜嘅。大三元咧創建於1919年，創辦人咧叫做溫心甜。當時叫做大三元咧係取自於三元及第嘅好意頭嘅。當年大三元嘅裝修咧非常之豪華，係廣州第一間有電梯嘅酒家。所以嗰陣時咧過嚟食飯真係好威水嘅事㗎。喺20年代嗰陣時咧，大三元同南苑啦、北苑啦同埋文苑合稱廣州4大酒家。我揾到當時報紙報導嘅呢4大酒家嘅招牌菜式。咁我哋睇一睇大三元當年嘅招牌菜係咩啊？就係呢個啦，60元大翅，聽過咩知奢侈啦。所以可以過嚟食飯咧，真係非常之架勢堂㗎。今次咧，我哋都盡量點翻啲大三元當年嘅經典菜式。不過魚翅嘅話就肯定唔試啦。其實講到大三元咧，一定要講老廣好中意講嘅嗰2句嘢啦，就係請你大三元一隻酒，同埋請你去大三元4圍走。咁其實嘅意思咧，都唔係話請你食飯嘅，而係話一直走同埋4圍走啊。後嚟咧到咗90年代，大三元唔再風光啦，就變咗話白天鵝4圍走。大三元酒家創建於1919，佢自己係咁寫㗎。睇睇個時間，
佢午飯市咧係11點到2點半，晚飯市咧下晝嘅5點鐘到夜晚嘅9點半。嗱，大廳茶位最低12蚊嘅，包間咧就16蚊，大隻字寫明要收10%嘅服務費㗎。細點咧就8蚊，中點咧就13蚊，大點16蚊，特點18蚊，頂點22蚊，超點26蚊，精點28蚊，尾點32蚊，預點36蚊。無論 WiFi 密碼定訂座電話都係一個。不過佢訂座咧就只可以訂夜晚，日頭茶市同午飯市咧係唔接受訂座嘅。睇睇佢嘅招牌菜先啦，4款紅燒大裙翅2888啊，一梳嘅，就係以前大三元出名嘅60年大翅。之後咧就係五彩炒甲魚裙128蚊一例，金牌太爺雞咧就228蚊一隻，118蚊半隻。宮廷八寶鴨咧就398蚊一隻，咁啊每一頁都寫明啦，包間係要加收㗎嚇。可能好驚人哋睇唔到啩。貼到嚟後邊呢度咧，餐前小食呢度唔特別啦，呢個紅雲有米乳豬比較特別啦。不過佢做嘅係麻皮版，之前我哋食過一間米芝蓮咧，佢都有做呢個，但係佢做嘅係光皮版。呢度咧係賣668蚊一隻嘅。睇翻隔離咧就係啲海鮮刺身啦，我有海鮮刺喺度嘅，新鮮度咧覺得會有保證。過嚟食粵菜嘅，梗係唔睇呢冷凍嘢啦，睇下啲咩事辣辣嘅。滷水呢邊嘅話咧，黑中鵝咧係98蚊一例嘅，368蚊一隻。同埋有葵花白切靚雞啊！之前我哋嗰期優大咧都有試過啦。呢度咧198蚊隻，其他幾款雞紅燒乳鴿咧55蚊一隻哦。有啲滷水，咁就有啲良心喎，有米乳豬可以點一例喎，108蚊一例啦，上鮮。不過圖片咧就得6塊嘅，上嚟如果如圖所示，應該也就只有6塊啦。呢邊獅頭鵝勁啊，可能真係有5年啦。5年鵝齡嘅獅頭鵝咧係要1000幾蚊一個鵝頭㗎，所以呢度標價1380蚊。如果俾堅料你哋嘅話咧，咁啊真係好有誠意啦。3年鵝齡嘅咧就平好多嘅。咁啊呢個咧淨係睇名就覺得白天鵝同款啦，伊比利亞黑毛豬。白天鵝做嘅係叉燒，咁呢度咧就係做火腿啫，雖然都係伊比利亞。仲有其他呢啲香茅焗水魚啊，都比較特別。菜膽雞翅煲688蚊就有一煲啦，仲可以位上嘅。試一試嘅話，位上夠啦。睇圖就好吸引啦。鮑參翅肚真係唔少喎。佛跳牆688蚊一頂啊！咁啊2隻鮑魚2條海參，有翅有花膠，膠質滿滿啦。同埋有呢個著名嘅3頭南非鮑魚1380蚊一隻，都唔算話溢價好高嘅。下邊呢50頭嘅關東苗參128蚊一位，咦佢幫你整埋，如果佢係俾乾貨製作嘅話咧，確實係唔算溢價好高。但係如果用冰鮮貨做嘅話咧，咁就叫溢價好多啦。有良心嘅羅文參寫明啦，羅文參係屬於雜參嚟嘅，呢度398蚊一條，但係好大條嘅喎，呢隻係叉啊嚇，即係2隻叉咁大㗎。不過我對下邊呢個咧就有興趣啲啦，金甲藏寶啊，因為一隻乳鴿賣228蚊啊，即係點咗佢先知佢藏咗啲咩寶貝啦。下面咧亦都有個甲吞紅燒魚翅，就寫明係268蚊嘅。呢邊咧就湯，不過啲湯咧好矜貴啊，翅啦、花膠啦。之後咧都仲係海鮮菜，有芝士焗鮑魚啦，有香酥鴨啦。比較特別嘅，我覺得呢個老鼠平安嘅羊肚菌蒸蛋68蚊，價格喺度唔算貴，不過蒸個蛋你話值唔值啊嗱？後邊有拔絲咕嚕肉啦，哇呢個好睇喎！糖橙黑醋豬手拼香蕉球，睇個名咧我就唔敢點啦，好似又甜又鹹嗰個樣，擺盤就好靚，168蚊。有3款川菜，之後咧就係啲炆菜啦。青頭鴨啦，168蚊半隻；野生水魚168蚊一隻，聽個價還可以。後邊咧就開始係啲點心啦，有西式有中式，呢度打包盒錢啊、飯錢啊都寫得好明細啦。茶咧就有咁多款可以揀嘅。至於後邊咧調翻轉嘅，係因為係點心單啊，我哋調轉嚟睇啦。點心呢邊咧就唔係好多，因為摸上手咧本菜單揭到差唔多尾啦。嗱，佢都有做呢個高筒鹹煎餅預點，好似點咗眼燈喺入邊嘅喎。
反而就冇咗阿優大嗰個大過我塊面嘅鹹煎餅啦。咁呢度咧仲有啲咩有趣嘅咧？哇！金絲馬蹄龜苓膏啊，龜苓膏咁樣俾人紮住咧，我真係第一次見啊！頂點好似廿幾蚊啫喎，手臂大嘅油條啊，白天鵝嗰條油條都好出名㗎，但係佢要50蚊，超點嘅話好似30幾蚊喎。睇下後邊先，欖仁薩琪瑪普通嘅薩琪瑪版本同白天鵝嘅冇得比啦。之後有啲咩咧？海膽鳳眼餃啊，個樣咧就幾好睇嘅，幾吸引我。傳統嘅咧，鴨嘅扎喎，做嘅係鮑汁鴨嘅扎，頂點有腐皮包住嘅。但係佢嘅炸芋角咧就唔傳統啦，擺咗隻蝦喺入邊嘅，所以叫做鳳尾炸芋角。至於網油牛肉球咁嘅款嘅呢個咧，叫做檸香陳皮牛肉球尾點。你睇個樣係咪好網油咧？嗱，咁就完咗啦。最後4款大嘢，薑糖菜鮑魚啊，超點！我覺得又唔貴喎，26蚊食鮑魚。如圖所示嘅話咧，就俾隻南非包我。如果淨係睇價錢嘅話咧，我覺得佢會俾隻鮮包我。陣間點翻份睇佢俾隻咩我。想平平地試下翅嘅話，又可以點呢份咧，預點38蚊。黑松露魚翅灌湯餃，雖然就得嗰2隻，但係呢個好可愛啊！東星斑金魚餃蒸點28蚊，撞款咗我哋之前嗰個百年茶樓蓮香樓啊！呢個燒賣咧，之前我哋都食過啦，優大嗰間咧係羊肉燒賣，而呢度做嘅咧個樣係差唔多啊，但係佢要用馬肉做嘅喎。我哋去落單先啦，食咗就揭曉啦。好啦，終於落好單。咁咧開頭咪話想食鮑魚嘅，點知搶唔到頭啖湯啊，賣晒啦。咁我咧都遵循一下大三元係食貴價菜嘅慣例，所以你點咗個50頭嘅關東苗心，因為我覺得如果佢俾乾貨50頭我咧，確實係超值嘅。之後咧就試咗佢嘅五彩炒甲魚裙啦、金牌太爺雞啦，同埋呢個比較特別嘅手打馬肉燒賣，對比一下佢本身嘅羊肉燒賣啊嘛。等上菜咯！金牌太爺雞118蚊半隻，亦都係曾經嘅大三元招牌菜。有記載話，太爺雞咧係由一個江蘇嚟廣東任職嘅知縣創作嘅。以前嘅做法係先將雞用熱滷水浸熟，再用鑊炒茶葉同紅糖，炒到出煙為止，再用煙嚟燻雞。至於依家係咪呢個做法就唔知道啦。不過我哋之前咧都喺北京蘆素街嗰期試過太爺雞，驟眼望落去呢份太爺雞光澤度比較足，肉質都比較飽滿，擺盤咧非常精緻，唔單止有小草，仲有粟米。由朝早等到中午我就餓啦，唔客氣嚟一番件先。佢選嘅雞材咧係比較飽滿，皮下有少少脂肪，但係肉質睇上去非常之嫩啊，好多汁。不過咧，我又覺得有少少偏生啊，唔知口味方面得唔得啦？有啲覺得似係白切版嘅煙燻雞啊，不過真係切得好大塊啊！食落去咧有明顯嘅煙燻味，我覺得係冇跌太爺雞嘅招牌嘅。佢嘅雞皮咧就唔算係脆，勝在肉質咧非常之嫩滑。睇一睇個肉同埋脂肪嘅比例啊，一層一層咁間住，真係好嫩滑。缺點嘅話就應該係有少少太過生啦，國外嘅觀眾可能會覺得有啲難接受。不過老廣嘅話咧，其實係好接受嘅。要知道我哋清平雞嘅話，都係咁嘅程度嘅啫。咁靚雞咧就要試埋個雞胸肉嘅，佢連搭配嘅粟米都好甜㗎，確實係夠滑嘅。最緊要煙燻味好足啊！呢份太爺雞好好食嘅。手打馬肉燒賣頂點22蚊，咁同羊肉嗰份一樣，都係俾咗5隻嘅，有擺少少葱喺面啦。燒賣皮睇上去咧比較薄，但係亦都比較乾身，唔知會唔會話蒸過籠啦？試一試先。唔黐紙嘅，咁啊確實好透身，不過個頭咧就比羊肉燒賣少好多喎。印象中嘅馬肉咧口感比較嫩滑，但係本身咧冇咩味道，唔知經過佢調配之後會唔會特別出彩？係有保持到馬肉嗰種嫩滑口感嘅。調味方面咧放咗葱同埋胡椒，不過胡椒俾得有啲多啊。確實係馬肉，因為馬肉咧熟咗之後都係咁樣紅嘅。特徵咧就係口感非常非常之滑。
想轉換一下口味嘅話咧，可以試一試呢個馬肉燒賣。除咗胡椒味重手咗少少之外咧，我覺得係中上水平嘅。五彩炒甲魚裙128蚊一粒。大三元以前出名嘅咧係炒山水絲，不過山水咧而家係保護動物，就變咗做水魚啦。山水嘅外形咧係圓形嘅，而水魚咧係橢圓形。山水咧只有頭同埋頸可以輸入個殼度，而水魚咧四肢都可以輸入到個殼度㗎。我用咗紅椒、黃椒同埋青椒，夾咗少少肉，同埋有啲葱、有啲菇，就咁睇水魚裙面就幾好下，厚度可以，唔知味道點樣咧？我哋試一試啊！呢味菜我哋食得少啊，今日就過嚟試一試，曾經嘅招牌喎。口感非常之爽滑啊！咁食得出好有鑊氣嘅，仲有少少自帶嘅鮮甜味，所以用嘅咧係鮮貨，唔係冰鮮貨。食起身幾好㗎，而且空口食咧完全唔覺得膩啊！定價128嘅話咧係對得住個價錢嘅，性價比係可以。試完主角試埋啲配角啊，熟得啱啱好，比較嫩滑，汁水都夠多嘅，成份菜真係好有鑊氣啊！我試埋啲菇啊，菇嘅話咧條味比較濃郁，用嘅係鮮菇啦，冇咩菇香味，但係口感會比較滑，真係非常之有鑊氣啊！全部都係輕輕咁有啲窿邊㗎，呢份鑊氣大排檔都唔一定有喎。呢份菜咧我係最滿意嘅，越食越中意啊！有咬感又有味道，食唔到鮑魚就嚟翻條遼參啦，50頭關東遼參128蚊一位，有擺盤嘅。但係呢條遼參咧有冇50頭咧就見仁見智啦，因為按遼參10幾倍嘅髮頭嚟講，我覺得佢屬於偏細啊嚇，似係有6排嘅，所以呢個128價格嘅性價比我暫時係保留嘅。肉咧都唔算厚，洗就洗得幾乾淨，試埋個味道得唔得啦？咁食參咧同食鮑魚一樣，都要上刀叉，剩低就交俾佢個醬汁調配啦。高端菜式咧就唔係話用嘅嘢幾靚就高端嘅，都要講出品㗎。醬汁都幾濃，有啲鮮味嘅，咁係自己熬出嚟嘅感覺。參咧都比較彈牙，冇話發過濃嘅，但係參味嘅話咧，我覺得就唔係好足夠啦。過下口癮就可以，如果宴客嘅話，我覺得上唔到大台面咯。我哋而家講下大三元點解會有個優字啊？其實呢個優字咧，指嘅係白天鵝賓館嘅前總廚邱衛國，人稱邱大啊。我哋上一期咧都去過佢開嘅其他餐廳。呢間大三元咧，雖然係原址重開，但係咧無論標誌啊定係營業執照上面個名啊，都係唔同以前嘅大三元嘅。因為依家嘅大三元嘅商標咧，仲係喺恒大集團旗下嘅北京大三元，所以佢咧其實並唔係曾經老廣心目中嘅嗰間大三元，只不過係一間邱大三元。食到差唔多，又睇睇呢個茶先，因為飲落覺得飲得嘅。12蚊一位，我哋要咗鐵觀音，就咁睇落嚟咧，都確實係比較完整嘅。沖出嚟啲茶水咧都好清，好少有殘渣落。2個人4款菜，一共食咗420蚊，第一日都唔打折，以後嚟得呢個價㗎啦，好公平啦。呢2款招牌菜咧，確實係越食越好食嘅，咁我係非常之滿意嘅，所以咧就開始好奇呢個2888嘅大群翅啦。唔知係咪真係可以長紅8年嘅咧？不過而家食翅咧就唔係幾好嘅，所以我就唔會試啦。咁啊已經試過幾間邱大嘅出品啦。總的嚟講咧，呢個集團嘅出品非常之講點菜技巧啊。點得好嘅話咧就好好嘅體驗，點得差嘅話真係全部都會踩坑㗎。希望跟住個視頻咧可以食到好嘢啦。咁我哋而家食完一直走，係時候咧輪到四圍走啦，出發啦！我哋咧就落到嚟大三元門口啦。我哋沿住呢個方向行就可以去到沿江西路，而老廣咧就會習慣叫做海皮，後生嘅咧就會叫做長堤。除咗大三元重開咗，海珠大戲院咧都喺度施緊工，即將會以新面貌嚟見我哋。珠江河嘅對面咧，以前係叫做河南，去到1980年7月先至改名叫做海珠區。而海珠呢個名咧，其實係取自海珠石，
所以今日我哋咧就嚟講一下海珠石嘅故事。根據清康熙《廣州府志》記載，珠江按縣治，即成南江，中有石名海珠，長22丈方廣謬遠，上有慈道寺，東有向陽堂，西有憑虛亭，今為炮台。呢度描述嘅海珠石咧，其實就唔係海珠區，只不過係珠江上面嘅一嚿大礁石，又叫做海珠島。大概咧就係我哋而家企緊嘅位置。曾經嘅海珠石咧，仲係宋代羊城8景之一。1917年，孫中山咧就喺海珠石上面設立咗海軍辦事處。1928年咧，上面就起咗一座海珠公園。直到1913年，民國政府認為海珠石造成咗河段水流過急，對於航船有危險，就決定炸毀海珠石，填江築堤，開闢咗而家嘅沿江西路。而填江得到嘅土地價值呢，就會用嚟支付炸石築堤同埋建造海珠橋嘅工程費用。而當年炸海珠石嘅費用呢，係用咗785125元08仙。炸毀咗海珠石之後，其實海珠公園並冇完全拆除㗎。海珠公園以前嘅位置呢，就喺新堤1環路同2環路之間，就喺而家漁民新村呢個樓盤呢度。而地底其實就係海珠石嘅主體部分。直到1960年，海珠公園就改造成為咗海珠花園餐廳，直到90年代先至完全拆除，慢慢咧就變成咗依家睇到嘅樣。我哋咧就往呢個方向行。無論係細個定而家大咗，喺長堤邊集體影個相咧，係每一個嚟廣州必做嘅事啊！全部都刪㗎。居民大三元嘅重開咧，只不過係長堤呢邊嘅計劃第一步。而海珠大戲院咧，居民係會建立一個瞭望台嘅，同石室教堂遙遙相望，諗諗都覺得正啊！就唔知呢個計劃要幾時先實行啫？越秀區兒童圖書館係好多老廣嘅集體回憶。其實咧喺1930年係屬於胡文虎嘅永安堂。佢哋生產嘅虎標萬金油應該好多人都用過啦。1950年之後，作為省總工會使用，直到1994年，胡文虎嘅女將永安堂捐贈咗俾政府，作為兒童圖書館。之後咧，先成為咗大家記憶中嘅樣嘅。嗰陣時呢度有非常非常之多嘅外籍藏書啊，係嗰陣時爸爸媽媽嘅託管好地方。而我哋嘅右邊呢條橋咧就係解放橋，1994年動工，1998年通車。呢度左邊嘅商場係星環廣場，上層咧作為辦公室使用，匈牙利總領事館都喺呢度㗎。而下邊咧就係商鋪，都有好多唔錯嘅連鎖餐飲，例如尊爾啦、泰爾啦同點都德。星環廣場繼續往前行咧，就係海珠廣場同埋海珠橋。前面提到過海珠橋係用炸海珠石填江賺嘅錢起嘅，喺1933年建成。1949年咧喺民國撤退嗰陣時炸毀過，到咗1950先重建。喺而家星環廣場嘅旁邊呢度咧，係仲有個廣州華僑博物館嘅。除咗逢周一休息之外，星期2到星期日係可以免費參觀㗎。而海珠廣場咧係重建海珠橋嗰時起嘅，1951年建成。因為靠近海珠橋同埋海珠石，所以咧就叫做海珠廣場。最初期咧只有靠近我哋呢邊嘅西廣場，到咗1954年先至擴建咗東廣場㗎，就變成咗而家見到嘅樣啦。之前咧有好多廣州自媒體笑海珠廣場唔喺海珠區，其實咧真係好冇歷史常識啊！明明海珠廣場之後嘅29年啦，先至有咗海珠區㗎。喺1980年之前，海珠區都係叫做河南。華夏大酒店雖然好有年代啊，
不過咧，而家其實係喺白天鵝集團旗下，即係沙面嗰個白天鵝賓館啦。佢咧喺2023年嗰時重新裝修過，房間咧基本上都有25個平方大。最近嘅地鐵站係廣州地鐵2號線同埋6號線嘅海珠廣場站。比較近嘅出口係 F 出口，步行280米就可以到啦。一晚費用咧大概係500蚊。其實除咗華夏大酒店之外咧，呢附近仲可以揀廣州賓館嘅。廣州賓館2022年度重新裝修過，房咧一般都有30個平方大。靠近嘅亦都係海珠廣場 F 出口，步行250米，一晚大概都係500幾蚊。最值得一提嘅係佢26層嘅德皇宮，出品非常之唔錯啊，而且風景一流。可以通過外邊嘅觀光電梯直上25層。不過咧，25層係包房，26層咧先至係大廳。擋都擋唔住嘅龍舟水啊！突發大暴雨，咁我哋今日嘅視頻咧就到此為止啦。中意我視頻嘅話，記得關注我頻道喎，點個 like 分享俾朋友仔，我哋下期見啦，拜拜。